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非常核心也非常现实的国际政治难题。当我们回顾历史上那些最高级别牵动全球局势的重大谈判，像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差一点点就能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大卫营高峰会，我们不禁会在脑海中浮现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这些关键的高风险谈判，明明距离成功只差临门一脚，最后却往往会在终点线前彻底崩盘呢？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权力结构与博弈逻辑？这绝对不是单纯的运气不好，而是有迹可循的结构性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深究一下这个议题，对吧？为了彻底拆解这个极度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今天的分析会沿着5个核心脉络来进行逻辑推演。第一，我们会探讨谈判失败的真正原因；第二，建构成功和平的4大支柱；第三，分析信任摧毁与权力不对等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回顾历史中的反殖民主义循环；最后第5点，我们来看看如何从双边垄断走向多边机制。首先，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探讨谈判失败的真实原因。我们的分析素材来自前巴勒斯坦总理什泰耶在牛津大学的一场精彩演说。这场演说大家不能只把它当作政治表态来看，它其实更像是一堂大师级的实战案例分析课。什泰耶明确提出，要让谈判成功，其实有一个必备的配方，而这个配方的核心前提就是双方必须具备真实的善意。这句话听起来很基本，对吧？但如果一方打从一开始就缺乏善意，这份协议是注定会失败的。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对比。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的慕尼黑协定，这份原本被各界宣称能带来长久和平的协定，在签署短短2个月后，第2次世界大战就全面爆发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希特勒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想要和平。什泰耶借着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了对手是否具备真实的善意，只是一味的追求在纸上签署协议，最终我们只会重演历史的悲剧了。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第2部分，成功和平的4大支柱。理解了善意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必须把什泰耶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概念上的批评，他反而提出了一套非常严谨的理论框架，作为解决冲突的分析模型。这4大支柱分别是：第一，有意愿的伙伴；第二，真实的善意；第三，建立互信的措施；第四，诚实客观的仲裁者。在探讨伙伴这个首要条件时，什泰耶提出了非常尖锐且写实的观察。他认为，在现阶段的谈判局势中，以色列现任领导人纳坦雅胡及其联盟在客观上并不能算是合格的谈判伙伴。什泰耶分析指出，这是因为纳坦雅胡的决策往往受到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与持续面临的贪腐指控所强烈牵制。当一个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政治权利与免于司法追究时，延续冲突反而成为了一种政治生存手段，这自然就无法满足成为和平伙伴的最基本门槛了。其实这就是很现实的政治算计。重点来了，我们来谈谈第3个支柱，建立互信措施。在标准的外交实务逻辑中，双方必须透过具体的退让或友善行动来慢慢累积信任。然而，什泰耶指出，我们在现实情况中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状况。他将这种状况精准地定义为破坏互信措施。这些破坏性的措施包含了土地增熟、殖民扩张、恐怖主义以及各种军事侵略行为。什泰耶强调，这些在地面上持续发生的具体行动，正在一点一滴地侵蚀巴勒斯坦建国的实体可能性与和平的基础。你想想看，当谈判桌上大家西装笔挺地在讨论和平，但现实世界却不断推进这些破坏信任的掠夺行为时，任何协议的探讨都会变得毫无意义。真的，我们继续聊下去，马上进入第3部分，信任摧毁与权力不对等。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逻辑。理论告诉我们，谈判需要善意与互信，
但现实与理论的落差却是非常巨大的。现在我们来拆解一组非常惊人的真实数据。在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启动的时候，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大约是14万9千人。但是到了今天，根据史泰耶提出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已经暴增到了88万1千人，这是一个极度夸张的成长幅度。这88万1千人现在已经占了当地总人口的高达26%，这绝对不仅仅是人口数字的单纯增加而已，这代表着实体资源的大量占用、基础设施的强势扩张，以及当地权力版图的根本性重塑。当我们把1991年的马德里和平进程与今天的人口现实放在一起做深度对比时，逻辑上的后果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史泰耶利用这些人口变迁的客观事实，冷静地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地面上持续改变的物理现实会直接摧毁谈判桌上的信任。这很容易理解，当超过1/4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当初谈判的前提其实就已经被彻底改写了。这说明了一件事：如果没有任何国际机制去约束现实中的扩张行为，那么所谓的和平谈判就只是一场用来拖延时间的公关秀罢了。接着我们来检视第4个支柱，也就是诚实的仲裁者。在这场长期的国际冲突中，美国一直扮演着绝对主导的角色。但是史泰耶明确指出，美国已经实质垄断了整个和平进程，而且并没有履行客观中立的仲裁职责。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运作机制：美国提出的每一份提案总是会先与以色列进行密切的双边协商。史泰耶认为，这种单向的深度协商最终会导致美国的提案在体制上直接变成了以色列的提案。这件事情其实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当仲裁者本身已经失去了客观性，这场由单一强权完全垄断的双边谈判就注定无法产生公平的结果啦。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高，进入第4部分：历史中的反殖民主义循环。在那场演讲的过程中，有位中国学生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处于绝对弱势时，诉诸国际法往往是无效的，最终是不是只能靠自身强大才能赢得尊重？这个问题真的精准切中了国际政治的核心痛点。为了解答这个疑惑，史泰耶提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事实：目前大约有800项与巴勒斯坦相关的联合国决议，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项被真正落实过。这个数字血淋淋地揭露了一个残酷的国际现实：当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缺乏执法的军事力量或政治意志时，这些神圣的决议就只是一堆废纸。这说明了，如果没有强制力作为后盾，弱势一方永远无法在权力极度不对等的现实中获得真正的正义，对吧？尽管国际机制有其残酷的局限性，史泰耶依然对长期的历史发展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他带领听众回顾了2段非常重要的历史进程。首先是1609年开始的北爱尔兰殖民化，这场地缘冲突经历了数百年的流血与对抗，直到1985年才逐渐走向平息。另外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652年开始的南非定居者殖民主义，其庞大的种族隔离政权最终也在1994年彻底崩溃。史泰耶透过这些跨越数百年的历史时间轴，提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宏观论点：定居者殖民主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最终都将面临瓦解的命运。正如他引用的一句深刻谚语：只有石头会永远留在谷底。这句话意味着，无论外来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最终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存续下来的，必然是当地的原住民族群。最后，我们进入第5部分：如何从双边垄断走向多边机制。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我们即将从问题的逻辑分析转向地缘政治上的实质解方。史泰耶在演说的最后阶段提出，蔚蓝的战略核心就是必须放弃已经失效的旧模式，从双边主义全面转向多边主义。过去由美国单独垄断的双边调解模式，因为缺乏客观的制衡，结果只是持续扩大了双方权力的不对等。因此，史泰耶主张必须引入像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第三方力量进行强力干预。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地缘政治修正策略，透过多边机制的介入，利用国际架构来稀释单一强权的影响力，才能在结构上真正修正目前严重失衡的权力动态，为未来的谈判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起跑点。这个多边战略绝对不是纸上谈兵，它已经有了具体的实践行动。史泰耶特别强调了联合国大会向国际法院，也就是 ICJ 寻求咨询意见的实质举动。这就是多边主义在现实世界的实际应用。国际法院的意见非常明确地指出，长期的占领行为是非法的，并且必须在一个具体的时间框内彻底结束。史泰耶强调，透过这种合法的、国际公认的政治途径来解决问题，远比诉诸永无止境的流血冲突或宗教狂热来得更加有效且人道。他坚信，国际争端最终必须回归到理性的政治手段，而不是被无限上纲的宗教理由所绑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拆解了和平谈判的4大支柱：人口结构改变对互信的毁灭性打击，以及从双边垄断转向联合国多边机制的必要性。这套逻辑揭示，没有强制执行的国际法与真实的善意，权力不对等只会让谈判沦为空谈。最后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真正的和平究竟是取决于国际法的严格执行，还是终究只能依赖全球权力天平的残酷倾斜？其实历史早就给过我们提示了，对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